月之暗面。第10章，月之暗面。我看过徐善磊的那档节目，虽然每期都有他，但不会给太多镜头，多半是侧面，要么就是独奏时切到手部的特写。毕竟他不是主角，只是为大牌艺人伴奏而已。如同我们肉眼只能看到月亮所展现的这一面，而另一面究竟是什么样，只有他自己知道。多数人只能猜测、听说。不过值得肯定的是，许善磊的技艺是不可多得的。那晚我和周小飞聊了很久，希望他不要那么决绝。他也接受了我的提议，不过回去是不太可能的了，但他会想办法推荐给一些更合适他的地方。离开周小飞家已过午夜，我上网搜索着有关温燕玲的信息，好不容易找到了他的电子邮箱，这也是他公布的唯一联系方式。可当我打开页面的时候，却不知道该如何开头。我无从知晓他如今的状况，而且我也不确定再次提及那段往事会不会对他造成何种影响。但是一想到那张黑白的图片，我还是决定至少要让他知道这件事。邮件送出之后，就如石沉大海，不知道是网站太久没更新，还是他早已忘却了这个邮箱。一直到2周后，我和齐浩洋即将登上去往 S 国的飞机前，我的手机邮箱突然提示收到了一条陌生人的邮件。起初以为是广告，但是发件人显示的是 Yanni Wong。 温燕玲在邮件中是这么解释的：谢谢你，李博文，如果不是你的帮助，我恐将一辈子都要生活在那段阴影之中。我选择逃避了这么多年，却始终无法忘记他。在此我也要对你说声抱歉，由于我的怯懦，过了这么久才鼓起勇气给你回信。因为我试图走出因自责而带来的恐惧，却屡次失败，直到今天才下定决心，就如我当时决定制作那首未完成的歌曲一样。邮件很长，里面还有一些日记的部分，所以我从登机前30分钟一直看到上飞机，直到齐浩洋用胳膊肘撞了我一把，我这才放下手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心里满不是滋味，那感觉既有无奈、同情，亦有愤怒和不解。惨剧的第2天，文生杰的朋友都被警方盘问了一遍，包括温燕玲。如果不是许善磊提供的那段录音，文生杰的母亲说什么也不能接受那是自杀。无奈的是，他不认为自己一向的言行有什么不对的地方，相反，他认为如果不是从小逼迫文生杰养成好学的习惯，也不会有今天那么优秀的成绩。他甚至觉得是学校和同学给了他太多的压力，还有温燕玲的纠缠，才导致他最终崩溃。直到他见到文生杰的日记和那段录音后，这才有如梦醒时分。当时他也坦言，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的教育方式会对一个小孩的内心烙下如此深的印记。作为单亲母亲而言，她在生活中面对着数不尽的压力，认为照顾好孩子，培养成最优秀的人才算是成功。不论任何事情，她都要强于他人，就算是未成年的儿子也必须如此。那些日益增长的要求只不过是对小孩的约束
和帮助。但是最后他还是错了，直到文生杰用自己的死来证明这种教育方式是失败的。我从照片里看到了一些文生杰的日记片段，记录的都是他内心的想法。里面提到，他有时候会觉得自己生活在一张魔囊之中，任凭自己如何努力都无法挣脱出来，哪怕是刺破一个小口，能供自己呼吸一口不再压抑的空气，都是妄想。他坦言，在学校的学习是快乐的，至少他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老师的赞扬和同学的羡慕，这对他来说却是暂时的。因为面临毕业后的社会，他感到未知和无措。从小形成的习惯使他无法接受失败，哪怕是小小的不成功，他都觉得是一种不可告人的耻辱。他也渴望与人分享这些心中的苦恼，尤其是母亲。可是他做不到，向来如此。因为在他的印象中，任何人都会赞扬他，鼓励他，但除了母亲，似乎在那里他永远都是错的。他无法获得一句肯定，即便是满分，那也是理所应当。我突然想起那天文生杰问我关于月之暗面的往事，此刻我算是真正明白了他的意思。其实那个月亮就像每一个平凡的人，会选择把相对光鲜完美的一面展现于人，而满是疮痍的另一面永远地隐藏在了身后。你我皆是如此，只是程度或轻或重罢了。虽然文生杰的行为最终唤醒了母亲，但在旁人看来，这是毫无意义的。可能这么说太过残酷，还不如让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对的，这样就不会悔恨。可如此的结局，很显然也无法让一个从小心理受损的人自我修复。卡在这种两难的局面，孰是谁非已经不重要了。如果永远解决不了问题，那的确是一段痛苦的人生。故事到这里已近尾声。当温燕玲看到那张黑白图片，以及我写了些作为一个男生的理解后，她哭了好几天。她曾经一直觉得自己就像文生杰母亲说的那样，在纠缠着他。他只不过是想确立一个关系，可直到最后，文生杰也没有说答案是什么。或许是沉浸爱情其中的原因，这种在旁人眼里一看便知的暧昧，温燕玲却傻乎乎地一再追问。其实《The Moon》那首歌的歌词已经很明了地表达了文生杰对她的爱意。但是话说回来，一个女孩子只是单纯想得到一句让自己开心的话，又有什么错呢？我放下了发烫的手机，久久不能言语。齐浩洋在旁边一个劲儿地问，我只好无奈地将手机递给他，示意他自己看。这张图片是……当齐浩洋看到我之前发的邮件时，那张图片也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他不禁低声惊道：没想到黑白色也可以如此传神。这个人是谁？温燕玲。我微笑着道。